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来讲这本书《李银河说爱情》。我们一生何求？无非是爱和自由。所以爱情这个领域，它涉及到的话题太多了，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。那为什么挑李银河说爱情呢？这个人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他绕不过去几个标签。第一个叫做王小波。有人曾经说过，李银河是中国最著名的遗孀。另外是由于他个人的身份，其实李银河老师是一个很优秀的学者，他是社会学家，长期在婚姻、两性、家庭这些领域里面发言，被很多人喜欢。有一些关键词我们一听就觉得好像挺猛的，比如说虐恋、跨性别认知、什么受教、性羞耻，包括同性恋等等这些，我们都能够看到李银河老师的论文和他的观点。所以翻开这本书，我先提醒一下大家，不要想着在这本书里头能够找到很多特别流行的东西，比如说教你擦亮眼睛挑到老公，教你怎么样斗小三，怎么样追女神，怎么样成为贤妻良母等等这些，你都不要想，这本书里头只字未提。所以阅读这本书其实是有门槛的，它需要勇气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你们会发现李银河老师其实一直在研究一些比较小众的，但是很深刻的问题，所以他常常会引起社会上许多巨大的争议。所以在这本书里面，李银河老师提到的那些观点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舒适，因为他让你觉得无法接受，他让你觉得不赞同，或者竟然还有人这样生活，竟然还有人这样想。那你可以不同意，但我认为你有必要了解，这个世界竟然如此之大，很多人就是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，人和人是如此的不同。只有当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，才不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罐子里，成为一个狭隘的人。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请订阅频道，这是我更新的动力，谢谢。那我看完这本书，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颠覆了我的认知的，它把我的认识朝前推了一步。比如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，世界上真的存在爱情吗？一定要有爱才有性吗？选择伴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遭遇到家暴应该怎么办呢？不生孩子就自私吗？人能不能不结婚？出轨必然会受到惩罚吗？遇到性骚扰应该怎么办？在爱情和婚姻中，女性应该怎么样保持独立的自我？你听一听，每一个问题是不是都戳中了你的痛点？这就是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现实，就是因为有人和你想的不一样，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现实故事，在你看来如同魔幻。所以这本书它需要你非常开放的、柔软的去阅读、去理解，而不要急着评判。而且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如果你见过李银河老师本人，你可能都不大相信这本书怎么会是这个人写的。你看这个书如此锋利、特立独行，而且不屑于跟别人一样。但是李银河老师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李银河老师本人，他当然不是明星，他不是那种在一群人中你一眼就能看到的。她的长相非常女性化，算不上漂亮，但是特别有女人味。包括她的表情，在这个年纪始终还有一点点少女的娇羞感。她会脸红，有的时候当你冲上去很热烈地说，李银河老师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她会半低下头，不好意思，而且说话的声音小小的，声音软软的，也会让你觉得她是一个很纯真的人。这种风格在她这本书里面，其实你要认真观察是看得到的。李银河老师的文字就2个字，叫老师。这是一本老老实实的书，它概括了40多年来李银河的研究，所以它非常学术。但你不要被吓住，就会觉得一个学术的书牵扯到很多的概念，牵扯到复杂的历史，牵扯到特别多的数据，我会不会看不懂？那倒不会。这本书虽然并不是勾心斗角的故事，没有什么复杂的情绪，它也没有那些小清新小可爱，但是它非常结实，全是干货。这本书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，而且其中有很多的案例，看了以后你也会发现，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，老老实实做研究，老老实实观察别人，接下来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人。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明白的3件事。第一就是人生在世总有焦虑，我们不断长大的这个过程中，会有大大小小的坑和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新的老的都会有，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同伴。第二就是有一些事情是确定的，有一些事情是不确定的，所以不要以为你爸爸妈妈的经验对你来说就有用，因为有一些事情他们根本都没有遇到过。
在他们的时代就没有发生过。所以那些特别喜欢确定性的人，他们可能会过着稳定的、平淡的生活。但当你面向新世界，你可能会发现好多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就会冒险。冒险有利有弊，一方面它让你新鲜，让你好奇，让你野心勃勃，但另一方面你有可能要付出代价。那在这本书里，李银河老师就讲了各种各样的选择会带来的不同后果。第3件就是选择。我会发现选择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。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选择的结果。甚至在很多重大的时刻，你两手一摊说我没办法，我没选择，那也是一种选择。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做好选择，把我们的事情都处理好，其实是需要学习的。那么这本书摊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很多人过着比我们复杂的多的生活。那他们要怎么解决问题呢？所以我们不妨放松一点，来看一下这本书，把自己脑子里头固有的条条框框再打开一些，充满弹性的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。李银河老师也写了很多本书了，这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呢？书里面就有一句话，李银河老师说，这就是我的人生宣言。他怎么讲呢？要自由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自由的去爱自己喜欢的人，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，这个就是我的人生宣言。看到这儿，我就觉得李银河老师也的确是一个哲学家。福柯也讲过同样的话，说人比自己想象的要自由得多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当我们感觉到自己不自由，不能够顺应自己的心愿，常常跟自己对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往往是屈从于某种习俗、某种固定的观念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书？包括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本书，有3句话。第一，追求知识才能无畏勇敢。第2，追求事业才能拥有应对变化的智慧。第3，追求深刻才能获得对自己的了解。我们还是要把李银河老师的真实身份再强调一遍，他是个社会学家。那社会学家有2个任务，第一个任务叫做是什么，第2个任务叫为什么。所以他们是在不断的提问，又不断的寻求解答的人。所以李银河说，爱情讲的可不仅仅是我们普通意义上认为的你情我爱，小情小调，卿卿我我，花前月下。在他看来，爱情包括什么呢？婚姻制度、性观念的变迁、人的权利、生育养育孩子、贞操等等这些。所以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比较严肃。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？看了这本书，他首先就解答了一个问题，说爱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状态，但为什么有的人就遇得到，有的人就遇不到？有一些人就能够爱情非常甜蜜，有些人就全是痛苦。他首先提了一个概念，叫做爱的能力。银河老师说，如果以爱的能力为标准，那人可以分为4类。你看，这个有意思吧？就是我们分类方法真的是根据你不同的研究，根据你不同的状态，有各种各样的分法。男人、女人，漂亮的人和不漂亮的人，然后有学历的人和没学历的人。那在李银河老师这里，他先把人分为有能力爱的人和没有能力爱的人。第一种人比较悲惨，如果你遇到了也要小心，他们是根本不懂爱的人。在这些人的世界里面，从来没有爱这回事，他们认为爱情这个词简直就是杜撰。那这种人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？他们像小动物一样生活，一辈子懵懵懂懂的，从来没有享受过精神生活。第2类人是没有能力去爱的人，他们懂得爱是美好的，是值得追求的，但就是没有爱的能力，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常常就发现，一个人对你有很多很多的情感，可是就是把事办砸了，你就是觉得好烦人，你的爱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负担。想一想，他也很可怜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人？我们等一下说。第3类人是既懂得爱，也具有爱的能力，但是非常遗憾，他们的运气不太好，可能就是一辈子你也没有遇到契合和你灵魂的那一半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享受美好的爱情。那么第4类人就是既有能力又有运气，那这种人当然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羡慕的。李银河老师和王小波老师显然就是这种人。他说这一类人非常幸运，他们不但懂得爱，有爱的能力，遇到了真爱。那更难得的是什么呢？对方也深深地爱着他们。这样的爱情就5个字形容，叫可遇不可求。听到这里，我就心里一声哀嚎。你有没有这样？
说好讨厌，可遇不可求，可是我还是想遇，还是想求。那么怎么样寻找到真爱？李银河老师给了药方。怎么样找到真爱呢？包括年轻人都喜欢讲一个词，叫做灵魂伴侣。我原来有一次去做讲座，就有人站起来说，我们应该怎么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？我看着他，其实心里面有一句话是说，咱们得先有个灵魂吧，你得先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才对。那有了灵魂，来找灵魂伴侣，什么东西最重要呢？这本书里讲，吸引力法则非常重要。什么叫做吸引力法则？我想大家大概都听过这句话，就是当你对某一件事情有着非常强大的渴望，你开始呼唤它，然后你具有强大的意志改变自己的行为，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发生。人的愿望是要分先后顺序的，如果此刻你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你的真爱，那么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去释放你的吸引力，去推动这件事。这话不光是说给你们听，我们共勉，我也提醒自己，我们在这儿击个掌，我们都希望遇到真爱。所以李银河就在书里讲了，他也这么来回忆自己跟王小波的相遇。在他跟王小波谈恋爱之前，其实他有过初恋的，可是他的初恋是他喜欢人家，人家没看上他，所以就失败了，当时非常痛苦。那么现在想想，幸好失败了，否则也就轮不到王小波跟李银河的爱你就像爱生命了。如果回到40多年前，王小波刚刚遇到李银河，他给他写了那么多的情书。李银河后来回忆说，那真的是每一个字都是滚烫的，太动人了。后来李银河无意中又看到王小波的日记，里面有一段话，说我想你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在我眼前，那我的面前就好像是一个雾沉沉的阴暗的海，我知道你就在前面的一个岛上，然后我就大声的呼唤，说爱，爱呀。你看，这就是吸引力法则。你先强烈的释放出你的愿望，结果好像听到了你的回答，爱。所以这就是在强调，怎么样才能遇到这种契合度非常高的，让别人很羡慕，认为是可遇不可求的激情之爱呢？进到这个阶层，一定是你喊出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了，而且我有回应。所以李银河老师就把亲密关系分为了3层，第一层叫做好感，第2层叫做喜欢，第3层才是激情之爱。看完这本书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比较低的层次就是好感。好感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你还不错，你看我也还行。比如相亲的时候，总归是从好感开始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喜欢，就是觉得也挺喜欢你的。你看你1.8米，喜欢打篮球，长得也不错，硕士毕业，那我觉得条件什么都很好。但这个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条件、有计较的，它并不是无条件的激情之爱。但是这个喜欢也非常重要，他想得很清楚。那么第3个层次就是激情之爱，它当然是最高阶段的爱。李银河说，我们经常说的坠入情网、一见钟情等等这些词，其实就是在生活中发生过的。这些状态都有一个非理性的迷恋，所以激情之爱在现实中出现的概率并不是特别高。一旦遇到，真的是非常珍贵，你要好好的把握。我们都知道王小波是英年早逝，后来李银河又找到了自己的伴侣，就是现在在他身边的大侠。大侠也在讲一段话，说有一段时间我只要一想到你，我就觉得我心口就有一股热流，这个热流就一直往下走。这个话说得非常真挚。所以李银河老师讲，我很幸运，我一生之中至少遇到了2次激情之爱。然后他的嫂子还调侃他说，你看你又掉到了果酱罐里面，你又掉到了蜂蜜罐里面。原来他跟王小波的那个状态就又一次在他身上出现了。其实刚刚公布李银河和大侠恋情的时候，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。有一些人就会认为说，你看你跟王小波，这不是绝唱吗？你怎么还会爱上别人呢？你怎么还能恋爱呢？可我觉得这不是很好吗？那个人走了，他不能陪在你的身边。如果你还有能力爱，竟然还有能力爱到一个这么高的阶层，能够这么幸福，这不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吗？我们要彼此祝福。我们接着来聊另一个话题，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了？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问题。薛兆丰老师有这样一个观点，薛兆丰老师是讲经济学的，他被很多人喜欢。大家都说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被他用专业的理论一解释，所有人都听得懂了，还觉得自己挺牛的，所以很喜欢薛兆丰老师。他带给大家一种专业上的满足和智力上的优越感。薛老师前一阵子又报了个京剧，
他说我们要谈容易的恋爱，做难做的工作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他发现很多人是反的，去做很容易的工作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你很容易就被替代掉。稍微有一个人来说我要干掉你，你就被扔在一边了，而且你永远也得不到更好的待遇。但是他们愿意去谈很难的恋爱，在经济学家的眼里，恋爱的成本和风险都非常高，这是不划算的事。所以他的观点很明确，我们应该去做难做的工作，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断地挑战自己，最后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，能够过得非常好。当你这个能力很强的时候，你也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恋爱。他认为这两者的关系不能够颠倒过来。听了这个觉得很有道理，我就去问身边的90后、95后还有00后，我说你们愿意谈什么样的恋爱啊？薛兆丰老师，我托大家给你带个话，你对年轻人还是不够了解。他们说，呵呵呵，谁现在还谈恋爱呢？他们可能愿意做难做的工作，也可能只想做容易的工作。但是我也很吃惊，恋爱这么有意思的事，你们现在都觉得没意思了吗？那什么才是有意思呢？李银河老师也很敏锐，发现了这个现象。他就讲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谈恋爱了，结婚率一直很低迷，离婚率一直在升高。第一点，他认为是离婚的成本太高，牵扯到的问题太多，又伤钱又伤感情。第二点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，是认为不想生孩子。我又不想生孩子，那我二人世界就挺好，那干嘛非要结婚呢？所以就在这本书里，专门有一个章节特别有意思，就是一旦你想要做单身贵族，那你要有什么样的准备？李银河老师在书里面提出了4个建议。第一，你就算想好了不结婚自己过日子，但一定要去尽情的享受爱情、亲情和友情。也就是说，婚姻就是一个形式，但是感情是你恒久的需求，一定要有那么2、3个知己，要有在生病的时候可以照顾你的人，要有永远亮着一盏灯等你的地方，这个时候你才不会那么孤单。第二，我建议经济上要独立，要有自己的事业。第3个建议就是单身族要发展个人的兴趣，找到自己的生活情趣，把钱和时间花在生活情趣上，花在各式各样的爱好上，这样你的生活就会非常精致，一丝不苟。那你能把日子过好，身边的人也就放心了，不会有什么7大姑8大姨，爸爸妈妈天天一想到你就皱眉毛。最后一个建议很重要，它是一个自然现象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当你是单身状态的时候，一定会面临到社会压力，对不对？哪一个人没被催过婚呢？哪一个人没被人问到说你到什么点就应该干什么事？你看你还不结婚，你看看人家，对吧？这句话听得很多了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我看李银河老师也没什么好办法，但他说，其实你在20多岁到30多岁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时间段，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，身边的人都特别着急，比你还急。但是一旦过了一个年龄段，比如说到40岁，就没有人给你压力了，因为大家习惯了，所以你的压力反而减小了，你就可以很轻松地度过这个阶段。让我来看，它其实也就是说，你得熬，把那些压力熬死，你就赢了。所以那么多有单身焦虑的人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一点点心理支持。既然这么多的人都不愿意结婚了，李银河对于婚姻到底是怎么看的呢？婚姻会消亡吗？他的观点也非常明确，他认为美好的爱情还是应该结婚的，因为那是他最好的结果。所以一个美好的爱情再到理想的婚姻之间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底气才能够保证它顺利过渡呢？这个书里面也给了答案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理想的婚姻模式是什么，怎么样才能够经营好婚姻。理想的婚姻模式分为2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是相对比较低的，就是你们2个人能吃到一块儿，睡到一块儿，玩到一块儿，也就是说饮食男女，满足这些生活基本需求，其实就可以结婚了。另外一种模式，它的要求就比较高了，这是一个理想的婚姻模式，也就是说，除了那些饮食男女的事，你们要能够在灵魂上契合，在人性上能够沟通的。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叫王志文，就是演过把瘾的那个演员，他是比较晚才结婚的，所以大家一直问他，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王志文就说，得有话说，就是你半夜醒过来，你如果觉得想要说话，把旁边的这个人推醒，你会愿意跟他聊几句。我当时会觉得这件事其实挺难的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和高层次的需求。
那书里也讲了，高层次的理想婚姻可以概括为3个要素。第一，是任何生命阶段中都非常重要的要素，经济独立，男女双方应该各自都有独立的事业。第二，夫妻俩都应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，尤其是女性，千万不能把你全部的身家性命都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。不是说不可以这样选择，只是提醒大家，这样选择的风险是比较大的，而且你会容易没有价值感。时间一长，你的能力也就会慢慢的萎缩。第三，就是在理想的婚姻中，夫妻的人格应该是平等的。我倒是想说说平等这个词。有的时候不太公平的状态是大家无意识的。在这个和平年代，我们生活中很难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是这些小小的细节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。一旦2个人决定走入婚姻，就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爱情跟婚姻还是不一样的。婚后应该怎么样经营感情呢？这本书里也写了。第一叫朋友式的相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感情可以概括为亲情、友情和激情，这个激情就是爱情。当人步入了婚姻生活的时候，你的这种激情可能会扩展开，加进了一点亲情的关系，又加入了一点朋友的关系。那有人就开玩笑说，你看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然后就变成睡在一张床上的室友了，这其实是朋友式的相处，我认为蛮好的，哪有那么多天雷勾动地火的事情，那人也受不了。第二个就是要想办法保持新鲜感。2个人步入婚姻之后，可能会有孩子，会要面对很多共同的朋友亲戚，所以你们就会有亲人的感觉。这个时候很多浪漫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具体，你要应付柴米油盐，你要应付很多人际和关系。有人就说这个实在是没劲。李银河和王小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他就讲说，我们结婚之后有一段时间也会觉得好像平淡了不少，大家就做了一个约定，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公园，我们定期比如每周有一个下午，到小公园里面去放风筝，去散散步，2个人聊聊天，说说最近有意思的事，你遇到的困惑。我看了以后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办法。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。我曾经看过维多利亚的采访，就是她跟贝克汉姆结婚之后，由于又生了很多的孩子，他们2个保持了一个习惯，就是一定要有2人世界的时间。有一天把孩子交给别人，也没有工作的安排，无人打扰，那么2个人就做点浪漫的事情，搞搞气氛，甚至用很多的玩具来让大家更开心等等。这是保持感情新鲜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。第3点，夫妻俩一定要有一套自己调节矛盾的方式。这勺子怎么能不碰锅沿呢？人怎么能不吵架呢？遇到矛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解决不了。那李银河怎么样调节矛盾呢？他说，任何事都不能过夜。今天发生了问题，哪怕咱们半夜不睡，把这件事说清楚，然后接下来呼呼呼一觉过去，就还得回到恩爱夫妻的状态，就是不能记仇，然后也不能憋在心里，这样才能够在同一个层面上一起往前走，大家才能够彼此谅解。其实真的是这样，男生跟女生的区别还是很大的。有的时候你不要老让别人猜，你也不要想当然的说我以为你懂吗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就想起原来一个段子说，那女孩子特别的忧愁，说我觉得他不爱我了，他总是板着一张脸，他心情特别不好，他连看也不看我，他已经把我忘记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难道他劈腿了？他外面有人了？他对我的所有的激情都过去了吗？女生的日记写了1周，然后去翻男生的日记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，阿根廷又输球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一定要沟通，你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不能遮遮掩掩。第4点，很多人可能不同意，尤其是很多长辈觉得接受不了。李银河老师公开讲，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。年轻人可能是这样想的，银河老师，我好崇拜你，你好敢哦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不敢说。首先，不跟父母住在一起，也就意味着你不要想什么好处都占了，既不想被他们唠叨，还想要躺在那里做妈宝，这是不现实的。你要独立应付自己的生活，事无巨细自己动手。第2，无论是长辈或者是身边这些很亲密的闺蜜、亲戚，其实都不应该对别人的婚姻介入太多，因为毕竟不是你跟他过日子，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那么清楚，但是往往容易看法不同，就会导致非常不一样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你的婚姻中总是有别人指手画脚，
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沉重的压力和负担。跟闺蜜吐槽，跟兄弟喝酒也要适可而止。在婚姻中，界限感要非常清晰。第5点是我特别看重的，叫做注重仪式感。什么叫做仪式感？它就是生活中那些喜怒哀乐，那些温暖的、光明的瞬间，带给你的感受一定要记得。它其实跟你有多少钱，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件真事。工地上打工的一个小伙子，北京当时建设热火朝天的，他好几年都不能够回自己的家乡，没时间也舍不得钱。他其实已经有个未婚妻了，就是村里的小芳。小芳到北京来看他，2个人没什么钱，所以干什么呢？就手拉着手在街上逛。经过一条街的时候，有一栋高楼，那个男生就指着这栋楼说：“你看，这栋楼是我们造的，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，上面有一块砖，我在那儿写了你的名字。好浪漫，对不对？”我就在想，2个人抬头看着这栋楼的时候，不管他们2人将来会怎么样，小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男人。所以这个是跟钱有关吗？好像并不是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能够在生活中补充自己的幸福感，这个就是要靠仪式来完成的。第6点，女性一定要在婚姻里保持自我。这句话在这些年里，我们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都会听人说到，但是它的确是难以做到的。它是难的，所以才要克服一下，要咬着牙去保持自我。原来有一句老话就是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，里面的罗子君、马伊琍饰演的人还记得吧？这不就是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吗？放弃自己，放弃自己的价值，放弃自己工作的能力，放弃自己的社交圈。后来怎么样呢？老公出轨了怎么办？不被爱了怎么办？黄脸婆了怎么办？我不是诅咒大家说你们会摊上这么一大摊子事，也许你运气很好，但一定要有这个风险意识。接下来，罗子君在这部电视剧里是碰到了一个好男人，而且霸道总裁全力挽救了他。在我看来，起码在我的身边，这种故事没有发生过。我只见过罗子君被困在婚姻里，我没有见过罗子君失去婚姻之后被霸道总裁挽救。所以女人在任何时候凭自己的能力吃饭，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能够保持自己的价值，这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引用李银河老师的一句话来结尾，在一个好的婚姻里面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最重要的都是优先看见自己，优先丰富自己，优先发展自己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亲子关系。养娃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考验的过程，它意味着你要把所有的秩序打乱，从头再来。孩子是人世间最富灵气的生命，但是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做妈妈会做爸爸的。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的人是一下子跌入了低谷，有的人就从山脚下开始慢慢攀登，有的人觉得无限风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都是一个要重塑自己的过程。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是相同的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的命运是相同的。就在这些泾渭分明的命运里，其实背后藏着的是什么呢？是父母。所以与其说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孩子，不如说那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父母。做父母这件事真的是要学习的。看完这本书，我会发现李银河老师作为一个家长，其实他是比较开放的，也比较放松的。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好的心态？我特别想跟大家提一个人，就是黎巴嫩的诗人纪伯伦。他有一首诗叫做《你的孩子并非是你的孩子》，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。这首诗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，但小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懂，可能只有你真的身为父母，然后有了一点经验的时候，你才明白他究竟在讲什么。我读给大家听一下。你的孩子其实并不是你的孩子，他借你而来，却非因你而来。他与你在一起，却不属于你。你可以给他爱，却不能给他以思想，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。你可以庇护他的身体，却不能庇护他的灵魂，因为他的灵魂属于明天，属于你的梦境也无法到达的明天。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是我们的父母辈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生活。谁会想到有一个东西叫做网络，有个东西叫做 AI？ 在我父母的年代流行一个口头禅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那个就是对远大生活的梦想了。现在我们连电话都不怎么看到了，我们就是手机拿着到处跑，然后现金都不怎么用了，所有的支付都数字完成。
我就在想，如果我父母的先辈已经离世的突然之间能够活过来，来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他可能会吓了一跳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所以说，孩子们的未来是属于明天的。我们怎么敢说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，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？那个路的尽头是什么？根本不是我们的经验可以决定的。他们去的是一个未来的新世界，我们无法参与，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？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一样，却无法让他变得像你一样，因为生命不会倒退，不会停留在过去。那这首诗的后面还有几句，如果大家非常喜欢，你可以去查，特别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一下。它会让我意识到，其实最优秀的父母，他不是孩子命运的掌控者，他是孩子的保护神。我也是这样长大的，前面是个坑，父母说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不要跳，你会听吗？不听，扑通跳进去了。那父母能怎么做呢？父母就眼睁睁地看着你跳，等你受不了，伸出手说拉我，他第一时间抓着你，把你拽上来。这个就是亲人。所以作家龙应台有过一本散文集叫《目送》，那里面就有一句话说，所谓的父母子女一场，这个缘分就是你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你是一定要放手的，而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，追也追不上。现在只要一说到亲子关系，其实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教育，陪着熊孩子做作业，最后做到自己捂着心脏冲到医院里面去，做到家里鸡飞狗跳，再也不能好好过了。这种状况太多了，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真的想一下，要不要放松一点？孩子的命运真的是他们自己的，那父母能够做什么呢？可能就是陪在他的身边，陪着他成长，但你不能替代他成长。在这本书里，李银河老师的观点也是非常清晰的，所以他作为家长也非常放松。他说，孩子一生的教育当中有2件最重要的事，第一是学会怎么做人，第二就是教育他不要一味的追求功利，因为一旦你把整个人生的成长当成是一个目的而不是过程，你会过得非常辛苦。因为我们努力不是为了得到努力这个结果，而是努力为了得到快乐。所以一旦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视为结果，人就变得狭隘封闭了，而且非常容易受折磨。在李银河老师看来，创造力、想象力、好奇心才是特别重要的。当我们看了很多道理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自己无比清醒，可是一旦遇到身边有别人在激娃，你就又控制不住了。那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完整的人呢？这本书中综合了各国的教育，然后去对比，举了一个例子，英国的小学生守则有10条，很具体而且好操作。我一说你就记住了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个守则简直是太好了。第一，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。第二，背心裤衩覆盖到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许别人摸。第三，生命第一，财产第二。第四，小秘密要告诉妈妈。第五，不喝陌生人的饮料，不吃陌生人的糖果。第六，不与陌生人说话。第七，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，破坏家具，总之就是弄出动静来，让别人来搭救你。第八，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，不用想着那么多，也不用管别人，先自保。我忽然想到汶川地震的时候，有一个范跑跑引起了全国的争议，就是在讨论这件事，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。第九，不保守坏人的秘密。一个坏叔叔跟你说，我今天对你做的这些事不能告诉别人，不能替坏人保守秘密。第10，坏人是可以骗的。发现他把你拉到一个车上，你说我要撒尿，然后赶快逃跑。小朋友说，不是要诚实吗？不，坏人是可以骗的，这些非常重要。我建议大家做人父母的，把这10条守则打印出来，贴在家里，让你的孩子学会这10条，比你告诉他一定要考第一，一定要托福多少分，一定要英语怎么样，钢琴几级重要的多，这是父母的责任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性和性教育。有人说这个话题好难讲，好尴尬。之前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新闻，有一个老师猥亵自己的小学生，这件事上了热搜。你的第一反应会不会是，怎么又是这样的事情？性教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你要告诉自己的孩子，你站在阳光下的时候感受到了温暖，可是还有影子，那是被黑暗覆盖的地方。只有你告诉他，这个世界上真实的状况是有坏人的，
你才能够让他提高警惕，保护自己。你要告诉他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就有残酷的事情在发生，他才能够保护自己，能够安全的长大。所以不要谈性色变，也不要谈性教育就色变，这件事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其实都在这个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，包括一些城市的小学老师们也在自发的想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一课给孩子讲好。在很多家庭内部可能会觉得他难以启齿，包括我就是这样长大的。我小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女孩子和男孩子到底有什么不同，没有人说你的内裤遮盖的部分到底有多么重要。女孩子第一次月经初潮来的时候，怕得要死，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完蛋了。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，就是男生自习，女生自习，老师转一圈出去了，没有人讲。但是在荷兰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，大概孩子从4岁开始就接受性教育了，而且接受性教育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科学的。就是首先，你不能够过于的去神秘化它，不要遮遮掩掩，要用科学的平实的口气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那些器官准确的名字叫什么？如果动到了这些器官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这是科普的过程。第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不要渲染，不要夸张，不要去刺激他的欲望，让小孩觉得这件事情好好玩，我立即要试一下，那也适得其反。所以在性教育的时候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成年人要做到科学、理性、平淡，不能遮遮掩掩，欲说还休，刺激他的欲望，这都是不对的。每一代的父母都会跟自己的上一辈是不同的。性教育这件事，其实就是新父母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。那这是关于家长怎么跟小孩子普及性教育。但是在这本书里，成年人怎么接受性教育，其实讲的更多。看一下这本书里面的目录，比如说性脚本、同性恋、虐恋、性癖好、特殊的性行为、跨性别者等等这些，你会觉得李银河老师你可以的，大开眼界，对吧？那么关于成年人的性，李银河老师画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底线，我觉得这个底线特别好。他是这么说的，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，包括怎样使用自己的性器官，都有权利追求个性化的性满足，只要不给别人带来伤害，就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怎么理解不给别人带来伤害？我觉得有3点。第一，你要合法，不能干犯法的事情。第二，要符合公序良俗。第三，不违背别人的意愿，不强求别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每个人都不应该压抑自己。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不管你跟别人有多么不同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存在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小说，非常荒诞。他说，在一个班级里面，每一个孩子都要像老师说的那样，回答标准答案。如果你回答了标准答案，你就会变成一个兔子，老师就很高兴。可是有一个孩子，他不愿意变成兔子，他就始终不举手，不回答那个标准答案。最后整个教室里面全是长耳朵红眼睛的兔子，只有他一个人还是小孩，他害怕极了。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意味深长。当你是一个孤独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个体，你是要承担很大的压力。但这个时候你就得先认清自己，我到底是什么人。如果你真实的样子就是这样的，我就在想，那其他的人就应该反思一下，我们难道不应该尊重他吗？难道他没有权利按照他想要的样子活下去吗？当我们想清楚了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会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的声音，他并不那么善良。李银河老师和人大的一位教授周孝正先生做过一期节目，讨论社会多元化。社会可以多元化了，那么文化多元化了，其实爱情也多元化了，大家的个性也多元化了。比如说当时有一个词很流行，就是中性化，标志性人物是李宇春。大家都在说这个中性到底是什么样呢？你看男孩没有男孩的样子，女孩没有女孩的样子，男孩越来越娘了，女孩变得特别像个女汉子。李银河就认为这种声音本身就不太公平，因为我们对于性别的印象是非常刻板的。什么叫做女孩的样子？难道男孩子一定要玩坦克手枪，女孩子一定要玩布娃娃吗？所以在看完这本书，我会深深地反省自己，也反思身边的环境。我们在两性问题上还是有很多的迷思。这个书里面也强调了3个最重要的方面，这是李银河作为一个研究者特别关心的。
第一就是性别上的双重标准，人们对于男女的要求是不一样的，比如刚才我说的布娃娃，比如中性化，包括男明星、女明星同样出轨，大家可能就更容易原谅那个出轨的男明星，对那个女明星就更加苛待一点。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。第二就是赔赚逻辑，两个人谈恋爱，大家总会说我们家是男的，反正我们也不吃亏，好像这个女孩子一旦谈恋爱就贬值了，就吃亏了。但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男人这么想，很多女人也这么想。第三个要反思的就是处女情节。当年马可波罗写游记，就说他到了藏族人所在地，发现他们不太愿意娶一个处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藏族人说，你这个女人怎么一点都不吸引男人呢？如果你对男人没有任何吸引力的话，那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？斯拉夫人也是这样的，他们如果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处女，就会说，你怎么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呢？为什么会没有男人向你求爱呢？他们更过分，男人可以把他的妻子当天就赶出门去，这非常粗暴，我们也不能理解。但是我也常常听到身边有一种声音说，贞操是女孩子最好的嫁妆。我就在想，难道失去贞操这件事是一个女孩子自己完成的吗？她的男朋友呢？不也同样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吗？怎么没有人说她从此就是个穷光蛋，没有财产了呢？仔细想一想，这里面是有非常大的歧视的。但是我看了一个调查数据，在中国对于农村女性有一个调查，发现传统的贞操观还是相当盛行的。有一个选项说，女性贞操比生命还重要吗？大概有70%多的人都是同意的，不同意的仅仅有27%点多。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，比如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，她就只好嫁给这个男人，大家还去指责她说，谁让你裙子穿得那么短，谁让你不检点，一定是你有什么样的问题。甚至有人会因为这个就放弃生命。在李银河看来，这不仅仅是每一个人的责任，还是每一个人应该达成共识，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，让人活得更加像个人。所以他说，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把人生命的价值摆在所有一切之上，包括贞操。那么这本书里其实关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每一个案例的背后都是各国之间社会学的比较，包括很多数据的支撑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李银河老师身为作者，在这本书里他只是给出结果，告诉你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，有一些人用你没有想到的方式在生活，有一些观念不是你以为的那样，但是他并不评价。所以这本书依然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学术之作。书里的很多观点，它其实并不仅仅是爱情，是婚姻，是性，它更多的都是指向人，一个人的自由，一个人的尊严，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更好。你可能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你也觉得我没办法按你说的那样活着。但是有一点，在别人的命运剧本里面，他有自己的选择，我们即便不认同他，也应该尊重他的选择。这就是李银河说爱情带给我的启发，我讲给大家听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在任何时候，看完了这本书都来想一想，你究竟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，也请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